公主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是第一次啊！你一夜就要我5次？闭嘴！不是，完了，哎，真的没有了。礼部官员到。哎，这里是青云京城，见你身受重伤，便将你救下。虎符终于到手了，我马上就定了。别怪我刀下无情，老天杀人太子，将死之人就没必要问那么多了。这不是大梁太子的虎符吗？不是吧？我居然穿越成了一个刺客，还杀了来亲人父亲的大梁太子，这题完了。我父皇逼我家里大梁皇太子，我偏不随。今日起，你就是我契约驸马，我都成亲了，看他还敢不敢逼我。不知道，我完全可以说我就是太子，毕竟这公主。看够了没有？快签！还给钱呢？这是被包养成赘婿了？公主，其实啊，你单凭这一纸契约，还是免不了嫁人的。当徒子干什么呀？那当然是把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你的父皇才逼不了你嘛。反正太子已经死了，公主既然要跟我成为夫妻，提前行房天经地义。公主，准备好了吗？当徒子，我还没准备好，你别过来。你准备好了？你想想，你与其嫁给一个不远万里、根本就没有见过面的男人，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记住，你的夫君叫叶枫。公主请放心，其实很好。公主，大梁国的太子就要到了，您快开门，准备迎接驸马。大梁太子没死。你别去，我们这样衣衫不整的被他们看到，你要被他们砍头的。对呀，我现在都跟公主生米煮成熟饭了，我才是驸马，我怕什么？那我怕个屁呀！你是谁？你怎么在公主的闺房里啊？你谁呀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们要找的驸马呀！我是谁？什么混账！你哪来的登徒子？公主的婚事乃国事，岂容一个无名之辈在这里胡说八道？来人，将这个混账给我拿下！哎，让来！住手！谁敢动本公主的夫君？夫君怎么了？我跟公主已有夫妻之实。司空玄，你有无出德之身！混账东西！公主，一时糊涂，我们拿你没办法。这混账驸马灭留不得！拿下他，交由陛下判刑。拿下！哎，别动！等一下，哥，是开玩笑的。快走！你们放手！公主，公主，救我！公主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。告辞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叶枫去送死，我要去救他。皇宫修的倒不错。大胆狂徒，还敢放肆？还不赶紧跪下！不好意思，我命硬，学不来弯腰。道理说还嘴硬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您身谢陛下。何事如此吵嚷？皇上，此子他玷污公主，破坏节亲。
还胆敢殴打命官，剑上不跪！就是你这个黄口小儿，如此胆大妄为！不好意思了，太子兄，死到临头了，只能借你的身份来用用了。岳丈，我和我妻子行事有何不对啊？你们这些青云官员，是觉得我大梁无人是吗？你竟然敢对圣上不敬！岳丈，你看看，这是何物？你是大梁太子啊！你放肆！居然敢对本公主这样！既然你可以把身子给那个贱民，那我想你也可以给我。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的脚！我上这天忍好久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谁呀你？你敢动我？我管你是谁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你没事吧？你疯了吧？尚书你都敢打？他身后可是当朝的元帅陆丰，我父皇当时才3分薄面。我奉陛下旨意，将公主囚禁于此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，居然闯进来，来的正好，别走。来人，将他一起关起来。是，关我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手谕！借陛下手谕，犹如陛下亲临，臣罪该万死。陛下居然没有惩治你，还给了你手谕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那我当然是公主殿下的驸马爷了。你现在有手谕，我奈何不了你。明日上朝后，我会联合百万，发了你这驸马爷之称。废物，还不滚！叶枫，你这事太莽撞了，连尚书都打，明天怎么办啊？没事，一个小小的尚书而已，那还不就是个小虾米？尚书是小虾米？果然，太子殿下已经先我们一步来到了青云谷。可是我们沿路走来，没看到殿下。将军，迎亲之日将至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此地有打斗的痕迹，殿下该不会是……放肆！将军万岁！殿下的行踪岂是你们配猜测的？现在青云国这边算是过了，可是要是被大梁的人知道了，我就还是死路一条啊！太子的首席护卫赤练肯定已经来了，我要在他见到我前先跟公主成亲，然后进宫，到时候再直接靠虎符冒充太子，再让他回去报信，这样我的小命不就保住了，还能跟公主殿下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有事儿问你，你怎么从父皇那儿出来的？我不是在关心你啊。公主，你想知道啊？啊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说我想干嘛？你要是不愿意说的话，我就先走。哎，我当然愿意说了，只不过呢，需要收一点小心。今日我们罢免了狗屁驸马，明日再把公主不守妇道的事情公告于天下。到时候本尚书一定要好好疼爱我那亲爱的公主。好大的胆子！竟然敢在朝堂之上当众议论当朝公主，不想活了！大胆贱民，擅闯金銮殿，当斩啊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陛下和公主都舍不得斩我，你破坏了两国联姻，必使大梁太子震怒。大梁怒不怒，不是你们这群废物说了算，那都是我说了算。公主啊，
你真的要为了一己私欲，看着这个疯子挑起青云和大梁的两国战争吗？难道公主忍心看着千万无辜百姓因战而死吗？对呀，为这个事情而死吗？我亲爱的公主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便拿下这个混蛋，息大梁国之怒。韩长龙，但凡再敢口出狂言一句，我今天我就……叶枫，你别再逞强了。他们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这么自私，惹大梁震怒。没有啊，今日你我契约作废，你不再是我的驸马，这件事情由我一人。契约已定，契约已定，你不能反悔。可是我不能害了你，也不能害了青云。到时候兵临城下，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？大梁虎符在手，即刻就可以调动大梁的10万精兵。现在谁还对我做驸马有意见？尚书大人，大梁太子失踪，生死不明，就派神卫将军率军前来我国。就是杀害大梁太子的凶手。还是被发现。你口口无凭，不要胡说！胡说！说我杀人，你有证据吗？你的虎符就是证据。侍卫何在？来人呐，给我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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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们谁敢当本公主的驸马！公主，大梁太子护卫到。叶枫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！可不就……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赤练居然没有认出我是个冒犯货。什么？我跟大梁太子长得一模一样，我怕个毛啊！怎么了，殿下？没事，没事，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大梁太子护卫是个女的，谁信呀？臭小子，这不是你找来的戏子吧？我告诉你们，金銮殿可是神圣的地方，容不得你们这些下三滥的人在这放肆！我是太子的贴身护卫赤练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胆敢欺辱我们大梁国的太子，罪该万死！你说是就是了，我还是大梁国的国王呢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轰炸！小动物，得先经过我的同意。你疯了！快！我可是当朝上书，告诉你，陛下就要到了。他要是知道你杀了我，你等待你的就是万劫不复。不过是区区尚书，也敢在这装模作样，受死吧！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皇上，都起来吧！谢陛下！朝堂之上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坐下吧。陛下，这个贱人想要在朝堂杀了本官，他视我国国威于无物啊！好了，赤练，鞭子先收起。是，殿下。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走啊，陛下来了，你们就怕了啊！大梁太子姻亲之事，由你全权负责。竟让大梁太子在我青云境内遇袭，该当何罪？臣罪该万死。可是这一切都只怪他。消息是朕放出去的，大梁神卫将军知道后，传书于朕，说凶手是谁，他已有眉目，那人就是我青云国人。那就是说，凶手另有其人，叶枫洗脱嫌疑了。神卫将军正赶赴我国，还带来了大梁10万军马。神卫将军一听就跟太子关系很好的样子，完了，要是被他认出我是冒牌货，韩成龙，你去接待神卫将军，务必助他找出真凶。此事办不成，朕诛你10族。臣一定办到。叶枫，跟朕来。别怕我。是，赤练，跟我来。是。尚书大人，
快进来。这个终究也逃不过一死。尚书大人，陛下这是何意啊？哎呀，这公主怕是以后要守寡喽。我亲爱的公主，万一你真的有一天走投无路，本尚书依然会娶你为妻。好了，诸位，随我去商议一下如何迎接神卫将军。是，走，走。叶枫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救你。沈炼，飞鸽传书给神卫，让他没事赶紧回去。我又没事。殿下，神卫将军性子倔强，在没见到你本人之前，他是不会走的。去见他，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死就死吧。你让他去明月酒楼等我，我没到之前，不许轻举妄动。是，殿下。那朕多谢贤婿了。岳上客气了，那我去准备准备。好，去吧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现在也就只能靠我出神入化的演技了。他说他身上怀有虎符，可是神卫将军带兵来，那说明什么？虎符肯定在神卫将军身上，说明叶枫的身上那个虎符是假的。再者说，就算叶枫这身上的虎符是真的，那就证明了他跟太子的失踪脱不了干系，他也是死罪。对呀，无论怎么样，叶枫都死定了。好，三姐。但是你们现在要承担的是我的怒火了。你那虎符它定是假的，等一会儿神卫将军一来，我把你伪造虎符之事跟他一说，那你就死定了。区一个那么小的破虎符，我值得去伪造吗？哼，那你敢拿出来让大家验明一下真伪吗？有何不可？这虎符可是我亲自从太子手上赢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虎符的材质应该是天下难得的玄铁锻造而成的，遇火而不损。你敢让我用火炼一下吗？有何不敢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来人，取火盆。这虎符真的火炼不损呐！这就是真的。此乃大梁太子的贴身之物，怎么会到你这贱民的手中？太子失踪跟你脱不了关系，你这贱民就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来人呐，快把这个杀害大梁太子的凶手给我抓起来！全都给本公主住手！公主，有本公主在，谁都不能伤害叶枫。你这个蠢货，平时张狂无度，一到关键时刻就会躲在女人的后面。这个废物简直就是丢尽了全天下男人的脸！我亲爱的公主，你可知道你身后护着的人是谁呀？他可是杀害太子的嫌疑犯。你胡说！父皇都说了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哎呀，就算另有其人，但是他与刺杀一案脱不了干系。公主啊，此乃国事，你身为公主，不得干政。请公主退下，不得干政。来人，把公主带走！你们敢？你敢？哎，敢！好，公主你也敢动？公主，废物！你唯一的靠山现在也已经走了，我劝你现在马上跪下，给我磕头认错，也许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陛下让我助神卫将军查出杀害太子之案，我礼部尚书智谋超群，在神卫将军没来之前，我就已经找到了真凶。那陛下赏赐我那是自然的，到时候神卫将军来了以后，他也会对我赞不绝口。我说叶枫，你真是给了我一份大礼呀！现在跪下束手就擒吧！让我跪？你们别后悔啊！哎呦，好大的口气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给我把他拿下，交给神卫将军处置。是。神卫将军到！神卫将军到！
该没看出来吧？参见神卫将军。神卫将军，这位就是刺杀大梁太子的真凶。哎呀，只怪我礼部尚书足智多谋，没有等你出现，我就已经识破他了。真的是实在对不起，没有给你表现的机会呀。哎呦，你也知道是罪过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们谁敢动他？他可是……哎，凶手之事，本将自有定夺。现在我要带他走。哎，神卫将军，他拿的可是只有太子才有的虎符，这足以证明他就是杀害太子的真凶。为何护他呀？啊！本将如何行事，要你多嘴。蛮横，太蛮横了！哎呀，公主，不好了，驸马被神卫将军带走了。哎，公主，阿月。哎，阿月，私底下不必这么客气。太子将要迎娶公主，再不似从前，阿月怎敢违礼？还挺高冷，这模样是吃醋。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本来应该你为正宫的，但是父王指婚，我实在是无可奈何呀。不知道太子嫔妃可否愿意？太子莫要再捉弄阿月，青云公主不会同意。嘿，你不用管她同不同意，你只需要管你自己愿不愿意。殿下莫要再捉弄阿月。阿月，我一定说服不住她。殿下，您纵贵为太子，但阿月亦是大梁第一将军，怎能只做嫔妃？不愿意做嫔妃，那是想做正宫。回答我。殿下怎么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呢？不过我还挺喜欢的。是我为何不能做正宫？我比青云公主丝毫不差。挺绝，不过我有办法相辅。本太子和那青云公主还未成，所以你们俩谁大谁小也都还没定呢。太子何意？让你做正宫又有何不可？真的？阿信，当然了，只不过你要怎么让我高兴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住嘴！公主，跟我走！这本将军不许他走。哎呦，等等，你没事吧？断了。本公主要带谁走，你无权干涉。哎，巧了，本将军要留下谁，你也无权干涉。你怎么了？不服气啊？这里是青云，不是你们大梁，莫要放肆！哎，本将军就放肆了，奈我何呀？哎，分你，我们俩你选谁？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？不行，选谁？当然是选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想得美！我看你一个都别想要，你给我等着，奉陪到底。哼，太子不去追。你们俩注定都是我的，何必去追？禀将军，青云礼部尚书谭成龙设虎符交接大典，款待神卫将军，请将军前往赴宴。这谭成龙狼子野心，设此大典，逼我交出虎符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虎符分为天地两块，光拿到我手中的地虎符还不够，还得拿到你手中的天虎符才行。之前只拿到一半，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拿到另一半。现在就算有人知道我是假的，又能奈我何？
我就知道，之前那个凶手定是为了我手中的天虎符来刺杀我的。这次宴会，他一定会为了虎符再次现身。殿下莫非要去典礼救出凶手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这么紧张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有你们保护我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？而且，真正的刺客就在你面前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傻丫头！现在这波叫做戏做全套。没事，有赤练在我身边，不会有事。殿下，这是信号弹，万一有事，我会带着10万兵马来救你。没想到这妮子对太子如此忠心，我也会通知青云皇帝，我们里外接应。这次我倒要看看这帮垃圾这次又要作什么妖。这刺杀大梁太子的凶手，明明是谭大人救出来的，功劳却被他神卫将军抢了，可恶啊！无碍，此等贱民被神卫将军抓了去，必定是凌迟处死。一想到他被一块一块的正在剐肉，本宰相就神清气爽啊！韩狗，我看死到临头的人是你吧？你竟然没事，有事的人是你。我还真小瞧你了，你居然能从神卫将军手中逃了出来。原来是逃走了。这废物逃到国宴上，定是想寻找公主的庇护。哼，即便是公主来了，也保护不了你这罪恶滔天之徒。我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人的庇护，只有我庇佑别人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拿上！今日但凡有一个敢动手，他的下场只有一个字：死。狂，要有狂的资本，你有吗？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虎符在此，谁敢动手？赶紧给我退下，否则10万兵马即刻取尔等性。退不退啊？退不退？退不退？跑了。这虎符竟然还在你手里！虎符？谁有虎符啊？参见兵部尚书。虎符在此。混账！原来兵临城下的祸端就是你！什么？神卫将军调动10万大军汇聚城外，大梁青云战事一触即发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你杀了太子，又偷了虎符，让神卫将军误会，这才围了城。没错，这虎符简直就是一个催命符，谁拿就得承受神卫将军的怒火，必死无疑啊！大梁10万铁骑，谁人可挡？你这个千古罪人呐！你犯下了滔天大祸！还笑？你们啊，简直是愚不可及！谁说虎符无用？城外的10万兵马，全部都要替我这张虎符来调动。你说城外兵马归你调动？那当然了。哼，可笑！真如你所说，那你便调动一个给我等看看呐！这个废物要是真能调动10万军马，本尚书当场跪下给他叫爹！好，韩狗，今日这声爹，我看你要叫定。不好，太子有危险！叶枫有危险！来人，摆将！通知众将士，随本将军进城。是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哼，废物，装的还挺像。就这封信号，能调动10万大军？哼，简直痴人说梦吧！这个废物只会装腔作势，他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，等待公主来救他。父皇，叶枫怎么了？这信号只有叶枫有危险的时候才会发出。父皇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救他。你刚刚不是说不理他了吗？我理完他这一次，我就再也不理了。去，你走了。韩狗，你想推我动手，我不反对，但是陛下可不同意啊！陛下，你是哪条狗，也配入陛下的法眼？哎，这就不懂了吧？刚才看见我发的信号没有？这些信号不仅能调动10万兵马，也能调动陛下。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吧？你少废话！
陛下日理万机，他怎么会有空理你呀？我知道你们都想对我动手，但是啊，得先问问你们配不配。不配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把你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我还配不配？你还真没这个机会了。这种话你还是留在地府说吧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免礼。韩成龙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不怪我，都是那个叶枫，都是他的错。叶枫怎么了？陛下，公主，这个叶枫，他把大梁的太子杀了，我给他揪了出来，就由那个神卫大将军处置。结果他不但不认罪，他还跑了出来。这神卫大将军他一生气，他就动用了大军。这废物逃到大典来，想要得到公主的庇护。我等力劝他俯首认罪，可他屡教不改。哦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胡说八道，说城外的大军都是他用虎符调来的。按照大梁国的传统，见虎符如见圣上。叶枫有虎符，他怎么调动不了大军？陛下，公主，大梁的虎符分天地两块，这废物只有一块虎符，是调动不了大军的。只有得到神卫将军的地虎符，才能真正调动大军。就是，废物，那天地虎符要在一起，那才能叱咤风云。你有地虎符吗？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，地虎符，这怎么可能在这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真能调动大军？不可能！韩成龙，现在还敢质疑我一句吗？你什么你？按照约定，我调来了10万兵力，你就得当场跪下就敌，对不对？陛下，请帮助尚书大人完成赌约。陛下不可呀！有何不可？愿赌服输，跪下！谭狗，叫吧，我听着呢。你还在嘴硬？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做人要留有余地，日后好相见。留有余地？刚才你可是想要我命吗？韩成龙，我青云重诺，从不食言。今是你自己定的诺言，岂有反悔之理？陛下，快叫！爹！你没吃饭啊？听不见？爹！哎，乖儿子！爽！既然误会已消，那朕就先走了。恭送皇上。岳丈，慢走。好了，事情办完了，那我也差不多要走了。叶枫，今日你能出去，我谭成龙誓不为人。叶枫，今日你能走，我谭成龙誓不为人。谭成龙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还敢拦我？谭大人，他有天地虎符，已有了叱咤风云的资本，不能再与他作对了。是啊，大人。诸位想想，这个恶贼凭什么能拿到天地虎符？这肯定是这恶贼谋害了神卫将军，夺走了神卫将军的地虎符。恶贼，你罪恶滔天，我怎能放你离开？就是，地虎符一直被神卫将军守护性命一样守护，除非他死，不然别人怎么可能得到？
是啊，有道理。诸位大人，此时神卫将军已被谋害，此时带兵进城之人，必定是和他同伙。如若我放他离开，你们觉得他会做什么？此处离地下起居地不远，难道很有可能对陛下不利？谭狗，你是真恶心啊！你这些栽赃陷害的手段，炉火纯青啊！恶贼，你若无加害陛下之意，那你就交出天地虎符，我一定会秉公处置。秉公处置？你觉得我信吗？你信你也得交，不信你也得交，由不得你。谭狗，不得不说你这套话术的确还不错，但是可惜啊，神卫将军他马上就要到，他到不了。兵务上说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却带兵速速阻击他的同伙，切勿让其靠近。谭大人放心，来者何人？速速退下！恶贼同伙休想扰乱虎符交接大典。挡我者死！我看是你先死吧，弓箭手！众侍卫听令，擒下此贼者，赏100金；砍之手足者，赏1000金。叶枫，你命绝于此。指令何在？试炼在此。他竟然如此厉害！公子，需要杀了此人吗？杀我？你们还没那个本事。有请大内高手。这里可是皇宫，废物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皇帝枪，神卫袍，你真是神卫将军？神卫将军息怒，这都是误会。早知是您，我岂敢阻拦呢？现在道歉，晚了。障碍已除，立刻赶去大典。是。交给你。哼，杀！指令。这2位号称我七云国双龙，武功绝顶，你这护卫伤不了他们也是正常的。哎呀，小妞长得不错嘛，不如把你献给我陆丰大元帅。如果你跟了陆丰大元帅，我可以不追究前嫌。休想！呸！谭狗，我要你死！让我死？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威胁到我？你真以为一个兵部尚书就能挡住我神卫将军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就算你的神卫将军来了，他也打不过我兵部尚书带领的御林军。区区御林军也配阻挡我大梁铁军？区区御林军也配阻我大梁铁军？神卫将军，是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谭狗，怎么怂了？刚才你不是叫得很欢吗？叶爷，叶爷，现在知道求饶了。晚了。殿下，杀不杀？有10万军马，杀了他，哪怕是青云皇帝也不敢说什么。杀了吧。别！我知道是谁要刺杀大梁太子。殿下，还杀吗？那当然赶紧杀。问个水落石出了。最好说实话，别把我给崩了。赶紧说，凶手是谁？我说了，你能饶我一命吗？不说死的更惨。我说，凶手就是朝廷屡剿不灭12连环雾总瓢把子威盖天。威盖天，我不认识这号人，难道这人是我以前的老大？胡说！
这个人是镇远王女冷月瑶的手下，冷月瑶一直倾心于太子，怎么可能会对他下手？可能他是被策反了，他派出了刺客去刺杀太子呀！真相怎么样？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殿下，那谭成龙如何处置？废了他的右手，让他余生都在痛苦中。是。这一带应该就是威盖天的地盘了吧？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哎，哪来一群小虾米？石炼，小子，你派个小娘们跟我们打，是想让我们劫个色吗？小袜子，这娘们让我来对付，我保证让她欲仙欲死。你他娘的！你算哪根葱？要玩也是老子先玩。是，老大先玩，玩累了，我们哥几个再玩。这么好的小娘们玩1年也不够，先让我亲一下。公子，能全部杀了吗？都杀了。小娘们，你敢打我脸？给我弄他！弄他！你们到底是谁？死人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你想杀我？你没这个本事！我打不过他，总瓢爸爸还打不过他了。你等着。大人，有了任务林盟主令，我们就能调动威盖天了。那叶枫废物就离死不远了。死啊？那太便宜他了。对，我要不让他活着，尝尽18层地狱的折磨，我就不叫谭成龙。啊！总瓢爸爸，您慢点。总瓢爸爸，弄死他们！你想怎么死啊？要我死，你还没这个本事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死！放肆！啊！等一下，干嘛？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别怪我不客气。啊！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护卫在这里啊，你打不过他。这个画像中的人是你吗？是我啊，怎么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子今天终于找着你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总算找到大爷您了。如果再找不着，我们整个小命都没了。啊！你就是王女要找的贵人呐！公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什么鬼这是？您放了我吧！公子，您要早说您是王女要找的人，就我们1万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动您一根汗毛啊！松开！王女找我干什么？王女给我们下了死命令，必须要找到画像中人。如果找不到，整个12连环物都得死。谢天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关正都请闭嘴！公子，这混蛋有眼无珠，死不足惜，请您移驾营寨，我等设宴相迎。行，正好，我也有事要问你。我等给公子赔罪。公子如若还有怒气，尽管成进，我等绝无二言。只是我已经飞鸽传书给王女，希望到时候您手下留情，莫要让王女屠了我12连环物。望公子手下留情。那看来派我刺杀太子的人不是他。算了，都到这儿了，还是演一下吧。起来吧。谢公子。我此行不为杀人，只为查人。公子，你要查谁？查你！查我？
你到底是不是杀了大梁太子？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公子我，回答我！公子绝无此事啊！我怎敢刺杀那权倾天下的大人物啊！真不是你？绝对不是！你敢说跟你没有关系？我，礼部尚书持武林盟主令到。让开，让开！哎呀，武林盟主令在此，叶枫，怕了吧？谭狗，你又骗我！这威盖天他根本就不是凶手。他当然不是了，因为真正杀害大梁太子的凶手是你呀！你，威盖天，我持武林盟主令，命你缉拿此贼。大人，擒下他。可是持此盟主令，如王女亲临，你敢不从？不敢。只是此人是王女点名要寻的人，现在又擒他，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？大人，谭狗，你别再看了，你再对比，这画像上的人也是我。是你就对了。此人乃刺杀大梁太子真凶。王女暗化寻人，就是要手刃他，为大梁太子报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可是王女不是这么说的呀，大人。我们是不是等王女来了以后再说呀？等什么等？你看不到这是武林盟主令吗？持他者犹如王女亲临。怎么，你想违抗武林盟主令？不敢，还不快快拿下他！公子得罪了。住手！怎么怕了？怕？我什么时候怕过？那10万大军早已不在，你还有什么王牌？而我的手里可有武林盟主令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听令于我。哇塞，武林盟主令，这么厉害的东西啊！自然了不起啊！有盟主令在，你插翅难飞。赤练，你说这武林盟主令这么厉害，那这整个青云还有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东西啊？有，尚方宝剑啊！赤练，你把尚方宝剑拿出来，给大家看看。尚方宝剑整得跟真事儿似的。嘿嘿呀，还真是尚方宝剑呀！尚方宝剑在此，还不跪下？这我就想问问，这确实是尚方宝剑，你为何有此圣物啊？谭狗，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，这个问题不需要问。我知道肯定是公主给你的，但是你忘了一点，这个尚方宝剑虽然厉害，但是它斩不了王室，斩不了元帅呀。元帅？我背后之人便是权倾朝野、统领3军的陆丰元帅。就算你有尚方宝剑，我也不怕你。哎呀，韦盖天，放心，有王女在，他尚方宝剑伤不了你。更何况陆丰大元帅正在赶回来的路上，你尽管杀他。可是什么？可是你想违背武林盟主令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若杀不了他，你的全家全族都得死。杀了他我等死，不杀他整个亲族都得死。公子得罪了。太子殿下，你没死，太好了。有我在，谁敢动我家公子？好，今日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你们！兄弟们，取弓箭，快点，射死他！叶枫，就算你的护卫武功再高强，能抵得过这万箭齐发吗？谭狗，我告诉你，威盖天早就把找到我的消息传给了王女，他马上就到了。那不正好？他知道我要斩杀你，他定会嘉奖于我。嘉奖你？我告诉你，但凡我伤了一根毫毛，你所有人都要给我陪葬。你以为你是大梁的太子不成？镇远王女到。王女，滚！
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王女，此废物就是自杀大梁太子之人，我来帮你处置他，了结他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为你。我说我愿意为你。给我闭嘴！他可是……王女，别冲动啊！此人我有大用，岂容你打杀？下官于越，请王女息怒。你跟我走。哎，陈烈，把剑拿上。兄弟们都跟上！看来这冷月瑶没有完全的信任。看来他也把我当太子了，这下稳了。王女大人，哎，我们俩都多久没见了？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是不是应该抱一下、亲一下？住口！你不是太子殿下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王女大人，你别胡闹了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不是啊？太子殿下根本不可能这么生疏的叫我，你根本就不是他。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就你也配和太子殿下长得一样？我要把你的脸皮割下来！我真的是太子。那你说我叫什么？来的路上吃脸提了一嘴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死就死吧。瑶呀，我是为了要调查刺杀我的凶手，所以我要隐藏身份。你千万不要误会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太子殿下，我以为你忘了我，你吓死我了！差点要吓死了。凶手，太子哥哥，我有线索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青云兵马大元帅陆枫。陆枫。大梁太子遇刺，青云皇帝必定会加强军队防范，以防大梁发兵。如此，陆枫便会成为不二权臣，真正权倾朝野，我父都不能敌。所以，如果我死，他才是最大的受益人。没错，而且他一直想得到我，每次都被我以仰慕太子殿下为由拒绝了。不对，如此说来，那他就非杀我不可了。他在哪儿？陆枫即将回京，谭成龙是他培养的亲信，回京第一站必定是礼部尚书谭成龙府上。叶枫那个废物，他以为有公主的青睐，还有神卫军的庇佑，本官就拿他没办法了。还是大人计谋高深，手段通天。但是只可惜，本官没能亲眼看见他的死状，实乃一大憾事。哎，大人勿忧，我已派人去寻那废物的踪迹，只要找到，立马带到大人您的面前，任凭您处置。还是你机智，到时候什么18层地狱的酷刑，给他的那些蠢货的亲族全部都用上。韩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没死，王女，他怎么没有杀你？我又不是凶手，王女为什么要杀我？定是你花言巧语，王女才放你一马。哼，但是可惜了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今日你进了我府，你休想活着出去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不怕神卫将军了？我们当然怕神卫将军，但有人不怕呀。没错。哎呦，我想想啊，莫非是青云的兵马元帅
那个陆丰大人。没错，就是陆丰大人。哦，明白了，头号狗腿子嘛！混账！听了陆丰元帅的大名，你还如此嚣张？区一个元帅，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他陆丰在我眼里就是一条地上的爬虫。你，爬虫，有趣。本帅本以为回到京城会很无聊呢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刚一回来就碰上你这么个愣头青，敢说本帅是爬虫。今日，本帅叫你做真正的爬虫。下官参见青云大元帅。参见大元帅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本帅才离京多久，跳出来一个跳梁小丑。元帅，此人仗着有神卫军的庇佑，在青州横行霸道，居然还敢冒充大梁第一太子，简直是狂妄无度，盗反天罡！还请元帅大人您制裁。什么？怎么是你？我不是叫你去刺杀？我派着人刺杀大梁太子，没想到他居然没死，居然还敢冒充大梁太子，大摇大摆出现在我面前和我作对，此子势不可留。原来真是此人派换上的太子。你们想杀我，也要先问问神卫军同不同意。神卫军，那也不算什么。你既然得罪了我教训你，谅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四龙将何在？给我把他的舌头割了，要他知道冒犯本帅的代价。是。你们管这帮人叫四龙将，我看是四重将吧。你，出列，在4招之内取了这4条小虫的性命。遵命。陆丰，记住了，以后记得给他们改名虫将，省得丢人现眼。混账！我帅帐中不要废物！来人呐！给我把他们拖下去斩了！是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人！女人，你很不错，跟着本帅，本帅许你个将军。你也配？元帅，此女是这废物的贴身护卫，这废物不死，她是不会改变主人的。一介废物，也配拥有此等的美女高手？这天下出色的女人，都应该是本帅的。来人，男的杀掉，女的留下。是。谁敢动他？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跟我打声招呼，我派人去接你啊。我又不是为你而来，何必告诉你？不是为我而来，还能为谁啊？当然是他。放开瑶瑶，否则死！就凭你？我知道了，瑶瑶，你以为你随便找个男人就不用嫁给我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如今南蛮入侵，镇远王独木难支，没有我的支援，他必败无疑。瑶瑶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嫁人，不然休想让我支援你父王。你卑鄙！我卑鄙也好，无耻也罢，你要的能给你的只有我。他不过是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，这种懦夫也配跟我争女人？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可是大梁太子。啊，瑶瑶，他不过是一个刺客而已。什么？
瑶瑶，他不过是一个刺客而已。什么？此人可是大梁太子，身边护卫众多，很难办。怎么，你是办不了？得加钱。只要刺杀大梁太子，我赏你黄金1000两。这个人可是专业刺客，你心心念念的太子哥哥，说不定就死在了他的手里。不可能，他长得跟太子殿下一模一样。这有何难？只要人刚死的时候将面皮剥下来，这便是人间最好的人皮面具。这种伎俩又不是什么秘密，是不是真的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此人3番5次冒充太子，王女大人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怪不得他之前会那样对你。不是，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。你不信我？只要撕掉他这张人皮面具，便会真相大白。没想到太子居然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，不过还好，这下终于可以获得真正的荣华富贵了。你这……我居然真的是太子！胆敢杀害大梁太子，视同与我大梁宣战！竟然敢杀本太子，你该当何罪？胆敢杀害大梁太子，视同与我大梁宣战！他一个冒牌货，动就动了，我杀了他又如何？当初你派了百10位刺客来追杀我，都没死，像今天这样的小场面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血口喷人！什么？你竟敢派人刺杀？瑶瑶，你当真是太子哥哥？之前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之后解释给你听。但是你只需要相信我就好了。目前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眼前的这个垃圾给处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只要一句话，你就要像一条狗一样给我跪下，给我俯首帖耳。你小子装太子还装上瘾了是吧？我都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让我俯首称臣。陈烈，在。进来。哎，尚方宝剑，这不是被公主……知道他有尚方宝剑，为何不说？陆枫，借剑宝剑，你给我跪下！陆枫不敢。瑶瑶，这把剑送给你，你拿着它。陆枫不敢违命，你可以命令他去支援你父王。陆枫，你可有异议？陆枫不敢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别装了，在我面前你就是条虫。元帅，您的队伍在北边抗敌，镇远王在南边，这一南一北折腾不一定那么快呀。瑶瑶，尚方宝剑我自不敢违抗，但抗击北敌亦是国之重事。支援你父王的事情，我恐怕有心无力。陆枫，你竟敢阳奉阴违，你就不怕我手中的尚方宝剑吗？哼，北敌之害更胜南蛮，就算闹到陛下那边，我也是站着理啊。你，除非你改变心意，选择嫁给我，我或许能抽调出部分兵力呢。你休想！那你便等着收尸吧，或者你问问你身边这个废物，他能不能帮你？陆枫，今日我拿出尚方宝剑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：人外有人。你此话何意？我想说，区区南蛮，我弹指可破。就凭你？就凭我。赤烈，在。
飞鸽传书给神卫将军，3天之内打退那些南蛮。是。叶枫，你一个假货，你还敢给神卫将军下令？没错，你真以为你是大梁太子吗？瑶瑶，这个满口胡言乱语的废物，就是你要找的男人？哎，我，你给我闭嘴！瑶瑶，不能打他，手都弄脏了。好，我倒看看你能不能指挥得动号称大梁第一的神卫将军叶枫。我们来赌一把。单说无妨。3日内神卫将军没有击退南蛮，你便任由我处置，你可敢？必胜之举，有何不敢？但陆枫，如果你输了，我可要你死啊！好，够狂妄！来人，立契约。你我都知道这个局你必输无疑。你如果肯现在跪下来认错的话，或许你还能活命。要输的人是你。徒争口舌之人，这3日我会给你备上最好的刑具。3日后，我看你能不能狂得出来。太子哥哥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了你。可现在你又跟陆枫立下赌约，万一输了，那岂不是……傻瓜，我是大梁太子，区区南蛮不足为惧。我就知道太子哥哥最厉害了。那必须的。将蛮夷大越部落统领人头装好，连夜送回都城。是，将军。太子殿下来信。太子有令，南下支援镇远王，通知各营迅速打扫战场，收拢部落。是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到家门口了，真的注定要败了吗？王爷，我们有救了！有救了！有一支骑兵从南蛮腹部杀出，英勇神武，南蛮被打得节节败退啊！这哪来的天降神兵呀？大梁神卫将军，速传本王军令，集结所有部队，全部出击，配合神卫将军击退南蛮。是。神卫将军，千里救援之恩，老夫感激不尽。我也是受人之托而来，不必谢我。驾，撤！受人之托，王爷，你莫忘了，陆枫元帅可是一心想娶王女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我酒。来，大人请。哎呀，元帅呀，3天已到，没有听说击退南蛮的消息啊？啊？我看今日的废物是输定了。我们已经酒过3巡了，那叶枫还没有如约而来，我看他就是逃跑了，当了缩头乌龟了吧？啊！放心，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把他揪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从来就没有当乌龟的习惯，而且今日这赌约我已经赢了。起开！王女，滚！叶枫，3日之期已到，可半点没有收到捷报，这场赌局输了。莫急嘛，让捷报再飞一会儿。哼，我看你能纠结到什么时候？报！元帅，元帅不好了！刚接到军报，神卫将军支援镇远王，击退南蛮，大胜而归。什么？我明明已经通知了北狄，拦住！啊！元帅，你竟然和北狄还有联系啊？不过可惜啊，那神卫将军已经把他南蛮的首领给……哎，
什么？如此神勇的南门首领，竟然被神卫将军给杀了！好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今日你就已经输，不如咱们履行赌约，就一起去。哎呀，女儿也在啊！今日本王开心，哪儿都不能去。这位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来此，自然是感恩调动神卫将军击退南蛮之人呐。哎，这位王不必客气，这些啊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滚开！哎，陆丰元帅，神卫将军已经跟我说了，多谢元帅让神卫将军支援之情呐。哎呀，这位王您客气了。哎，来，坐。哎，那个元帅和镇远王也是青云双璧，同气连枝，喜结连理，那也是应当啊。是啊。对。哎，这位王呐，本帅听闻你极其重义，所以啊，特意嘱咐神卫将军不要说出是受托于我。可万万没想到啊，还是被你知道了。此言差矣，知恩不报，还是爷们儿嘛。啥话也别说了，来，女儿，哎，我来呀，就是为了给你俩完婚的。父王，我不要。你少说废话，就这么定了。就是皇帝老子来了，我也跟他急。哎呀，恭喜元帅喜结连理，恭喜王爷喜得贵婿呀！恭喜元帅！你们明晚就入洞房啊！走。等等，这门亲事我还没同意呢。快去入洞房！等等，这门亲事我还没同意呢。你不懂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些人演戏演的真行啊！神卫将军明明就是我叫的。镇远王亲口说了，是陆丰元帅请动的神卫将军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啊，就是元帅虽然低调沉稳，但是你也不能抢他的功劳啊！你滚！好，你们真是蛇鼠一窝，不堪入目。这位王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是哪根葱啊？也敢挡本王的血路？我告诉你，陆丰乃兵马元帅，不是他调动神卫将军，还是谁呀？不是的，父王，真的是太子哥哥请动的神卫将军啊。他啊，瑶瑶，你当神卫将军，谁都能请得动的吗？哼，这天下只有陆丰元帅这样的俊才才能请动，莫再多言，马上回去，给我准备婚礼事宜。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小雨，我叶枫，不是，你费尽心机也只能给我做嫁衣，跟本帅抢女人，你输了。废物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与元帅的差距。没错，元帅之尊贵，你就是拍马也不能及呀。还想得到王女？我呸！行了，诸位，一会儿我们一同去给元帅祝贺，怎么样啊？够了！比身份，我告诉你们这群蠢货加起来也比不过我。还论身份，那王女已经被镇远王给带走了。你要真有身份，你还能在这儿干坐着？就是啊。你这废物就等着喝元帅的喜酒吧！啊不，你这贱批只配喝馊水，找死！赤练，你去请神卫将军出山，我来请陛下出山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！你还请陛下？你还请神卫将军？你以为你是大梁的太子吗？谭狗，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我要让他这婚事变成丧事。女儿，陆丰乃是兵马元帅，前途无量，乃是为父的救命恩人，你究竟为何不嫁？爹，区区元帅算得了什么？我要嫁给叶枫，他的身份
比元帅尊贵无数倍。无数倍，除非他是大梁太子。他就是大梁太子。大梁太子如今生死难料，你当为父不知啊？就算大梁太子他没死，他娶的也应该是青云公主司口雪。父王，我瑶瑶，陆枫乃是巩固我王府势力最佳选择。无论如何，你非嫁不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锁了。是。陆枫胆敢冒领你功劳，强娶王女，甚至还有可能是刺杀你的凶手。没错，连因镇远王刺杀大梁太子，数次不交兵权。他是要造反吗？是。哈哈，瑶瑶，今日便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来。来，穿上这套婚服。陆枫，你休想！冷月瑶，你莫要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我爱你才娶你的吗？我娶你，也只为你父王背后的势力。做梦！我是不是做梦？今日之后你便知道。来人，伺候王女更衣。带去婚堂成亲！恭喜元帅大婚，恭喜镇远王喜得贵婿，一拜天地。陆枫，今日我却让你身败名裂。殿下，神卫将军已经在路上，今日便可以抵达。好。今日就要大闹元帅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瑶瑶，你要是让我嫁给他，除非我死。来人，给我摁着他！快，这人孽，快点！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陆枫，给我滚出来！太子哥哥，又是你，废物！元帅大婚你来闹什么呀？试问呢？侍卫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让他进来的？滚远点儿！别叫，你那些护卫早就已经被我收拾了。你废物，你还是来晚了。我和瑶瑶已经拜过堂了，如今她可是我的女人了。陆枫，你强逼着瑶瑶跟你拜堂，你还好意思炫耀？你现在连狗都不如。哎，你这小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！镇远王，你这个无情无义、无智无理的王八蛋，赶紧把瑶瑶给我放了！你骂谁王八蛋呢？说我无情无义、无智无理。你强加爱女视为无情，你自私自利视为无义，你不分是非视为无智，小王八蛋，你给我住口！你恩将仇报视为无礼。我今天倒是要让你这个老王八蛋看清楚，到底是谁把神卫将军给请过来的。好啊，神卫将军那日的原话便是受陆枫元帅之托。老糊涂啊，老胡，你也不害臊？你敢打包票吗？这是神卫将军的原话吗？不是原话，也相差无几。不敢认了是吧？心虚了吧？你乃一派胡言！我一派胡言？等我请的人到，你们就知道。我看你能把谁请来，证明是你调动的神卫将军，是陛下还是神卫将军？这两位我都请来了。这两位我都请来了。你真是狂妄至极！陛下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搭理你这种废物？神卫将军现在也没有在京城附近，你以为就凭你的空口白牙，能够把神卫将军从远方调到京城？我当然能。你能个屁！韩成龙，大魏高手请来了没有？回元帅，大内高手早就备好了，就在门外。大内高手，废物！我拖那么久，就是为了抽调大内高手来治你身边的护卫。大内高手又如何？等陛下来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得给我跪下！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怎么会因为你而来？不仅是陛下，神卫将军我也请来。见过嘴硬的，还没见过你这么硬嘴的。多说无益，你不过是想拖延你的死期罢了。大内高手，动手！动手！
拖延死期，尔等燕雀安知鸿鹄之大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鸿鹄有多大，有多狂！大内高手，敢上无极生现在想求饶，晚了。无法，他们不敢上。我倒要看看今日到底是我束手就擒，还是你们束手就擒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有平身吗？谢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还敢问？朕数次让你交兵权，为何不交？末将一直戍守边关，所以拿你回京也没见你交兵权呢。倒是见你与镇远王联姻，巩固势力。这，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陛下，末将不敢。末将本来是打算交出兵权的，因为叶枫那小子的事儿给耽搁了。陛下，等我收拾了叶枫这小子，马上就交出兵权。你能收拾得了他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他叫来了谁？神卫将军到。神卫将军。神卫将军。陆枫，你好风光啊，真不像你那日投降时摇尾乞怜的样子。这里是京城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！我要死了！不会死，这刀要是再进1寸，你才会死。不过其实呢，你现在也已经死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叫社死。社死？那是什么？怎么这么臭？哎呀，这陛下，这陆枫，哎，你们看，哎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这什么？哎呦我，你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被吓尿了？你这大元帅当不了了呀！陛下，我只是一时情急啊，陛下。这王岳父大人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别，我可没脸认你这个女婿。我算是看清了，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、胆小如鼠的小人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我的女儿。好了，陆枫，是时候算算咱们俩的账。现在该是时候算算咱俩的账了吧？我可是元帅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干的就是元帅。我花盆那个。我错了，我是畜生，我是混蛋，一言无证，我。滚吧！是。气撒完了。陆枫，有人控告你刺杀大梁太子，你可认罪？陛下，我怎么可能刺杀大梁太子呢？刺杀大梁太子的明明是叶枫啊！陛下，我冤枉啊！陛下，冤枉！凶手到底是不是你？过了今日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陆枫，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吧。把他俩绑了，明日罚唱处死。来，放开本帅，本帅要喝水。陛下说了，不能放开二位。回禀大人，在陆枫元帅的私人宝盒中，搜到了跟各种刺客的书信往来和各种剧毒。怪不得当时我伤得那么重，原来是这家伙呀！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先斩后奏，还是先禀明陛下吧？不用，岳丈跟我说过，但凡找到凶手，弹杀无妨。走吧，跟我杀人去。兄弟，你先帮我们松绑一下，
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元帅啊！你要是帮了他，那以后飞黄腾达的日子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你就算不相信我，那你也相信元帅呀！不信你问他。听到了没有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儿！动作快点儿！青云我们是带不了了，我们只能去边关，沿途有我的人接应，而且边关大军中还有我的心腹郑将军。朝廷的人要是讨伐我们怎么办？那便只能开关了，迎北敌人入主中原。让他们给跑了，跑不了，他们定是往边关跑。但边关有我大梁无数大军，我这就往边关去。沿途我也发布武林追杀令，让武林中人也追杀他们。记住，抓活人，本太子要胡剐了他。是。让你找的件衣服，你找的什么东西？成何体统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一拿出来才发现。上哪儿去？我与姐姐迷路了，走。王女对你们发了江湖追杀令，杀的就是你俩。你看错了，那不是本帅，不是本。你以为你们俩穿着娘们的衣服，我就不认识了？带走！你疯了本帅！又是叶枫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快点走！不是，殿下来嘛，来嘛。瑶瑶，外面这么多人呢，到时候万一被人看见了多不好啊！怕什么？就亲一口嘛。来就来。韩成龙和陆枫被抓，是否？我没看见，绝对没有。混蛋，不知道敲门。哎，行，赶紧备马，我亲自去抓他们。是。这帮人简直不是人！火火，我已通知了我手下的郑将军，他会率军来接我们的。把犯人押上来。放开本帅！快走！快！不是，你们俩怎么整成这样了？叶枫，你不要赶尽杀绝呀！我不杀你的话，那些被你残害的人怎么解心头之恨？你要放了本帅，所有钱财都归你。钱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快把你们俩胡剐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这何苦呢？我刺杀的是大梁太子，又不是你，干嘛那么拼命？行，等我把你们俩抓回去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不是太子。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带下去。是，谁敢动元帅，找死！郑将军，快给本帅杀了他！你就是郑将军，敢伤元帅，去死！上方宝剑在此。谁敢动手啊？不知道见了尚方宝剑犹如陛下亲临吗？为何不跪？郑将军，我是奉陛下之命专拿陆枫回京，你不得阻拦。可他是元帅，元帅犯法难道不应该与庶民同罪吗？快杀了他！杀他等于叛国。郑将军，我是听闻你为了抗击北敌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这才让着你的。你不要不知好歹好不好？若你再不闪开，连你一块斩！郑将军，你忘了本帅对你的恩情了吗？现在你报恩的时候到了，快给我杀了他！郑将军，是要叛国吗？元帅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负他，除非陛下亲下圣旨。
盛将军，我是看在你是个英雄的份上，要是换做别人，我早拿着尚方宝剑砍他了。行，既然你要圣旨，我就给你请。二狗子在，给陛下去一封800里加急。是。你莫信他，他肯定是在给陛下进谗言。你快杀了他！元帅莫慌，元帅为官正直，陛下定会秉公决断。你，陆枫，他说你为官正直，你自己信吗？我信，你就等圣旨吧。800里，等圣旨一到，必死。元帅，你找我？啊，是老部下了，快坐。哎。你们先聊，你们先聊。张将军，本帅问你，若是叶枫那小子真的请来了圣旨，要你缉拿我，你该如何是好？元帅一心为国，皇上定会圣裁。我想，他请不到圣旨。公主，您至于吗？还亲自去送圣旨？您不是一直说讨厌他吗？再讨厌他也是我的男人。郑将军是陆枫的亲信，万一他也在，叶枫就危险了。快，我现在就要出门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准备马车。你我也多年未见了，来，满饮了此碗。谢元帅。来，来。元帅，这酒里有毒，快跑！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张将军，你就安心去吧，本帅会替你报仇的。太子哥哥不好了，郑将军被杀了！什么？太子哥哥不好了，郑将军被杀了！什么？叶枫，你为了扳倒本帅，竟然伙同土匪杀害了郑将军！陆枫，你好狠的戏子！郑将军都如此护你，为了诬陷我，你居然连他都杀了！混账！你还敢狡辩？今日本帅便要为郑将军报仇！对，为将军报仇！尚方宝剑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动手的人就是谋反！忘了你们将军的血海深仇了吗？都给我起来！陆枫，郑将军明明是你杀的，你休要颠倒黑白！胡说八道，明明就是你杀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将士们，只管为你们的将军报仇！去他妈的尚方宝剑！一切罪责由我陆枫一人承担。由陆帅承担。全都给本公主住手！陆枫，你胆敢伤害叶枫，本公主诛你10族！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圣旨到，尔等还不下跪接旨？陆枫，圣旨已到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你还不跪下接旨？叶枫，你这个奸贼，骗了皇上，也骗了公主，但是你骗不了我，更骗不了将士们。将士们，这圣旨的内容全是诬告谗言，你们要听了，听了就没法给你们的将军报仇了。都给我起来！你们的将军为国征战，他是被这个恶贼所害，你们不为他报仇，还算人吗？陆枫，圣旨你都不听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你若敢反抗，朝廷大军马上杀来。陆枫不敢造反，他杀害了郑将军，本帅要为他报仇，还请公主让我杀了这个奸贼。你要杀他，我先杀了你。元帅，听说这大军一旦来了，咱们俩就完蛋了。咱俩不如先去边关整理好军队，然后这个叶枫让他斗火几日也无妨啊。将士们，带上郑将军的尸首，回城厚葬。叶枫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，等我召集了大军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我们走。
等着，等着我回来！滚！等着！是吗？快走，我身后根本没有什么大军。没关系，公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就交给我。将士们，叶枫那个奸贼伙同土匪杀害了你们的郑将军，这个仇要不要报？报！很好，那就去开关引北狄大军入城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力量反抗。元帅，这怎么能开呢？这可是叛国呀！混账！你忘了郑将军对你的恩情吗？我没忘，可是元帅，这不是叛国，我们只是借助了北狄之力，开关引北狄大军入城。来呀！我们即刻出发，立即入京，禀告圣上，召集大军。报！州令，所有青云守城士兵都被杀完了。记得报时7日，以防瘟疫。是。多谢大帅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陆大帅，你做了很正确的选择。娘亲择木而起，下官一直深谙此道。有你这青云元帅在，拿下青云指日可待。等拿下青云，你必居高位。谢大帅。只是大帅拿下青云后，还请将一人务必交由我击杀。我要生食其肉，活饮其血。好。这个陆枫竟敢放北狄入关！陆枫和谭成龙投靠了北狄？没错。事态紧迫，贤婿，你马上返回大梁，会兵与我青云大军会合，共同抵抗北狄。来不及了，陛下，北狄是骑兵，行军速度太快了。那就没办法了吧？岳丈木皇，臣有一计，不仅能击退北狄，还能生擒陆枫和谭成龙。贤婿，朕知你心情迫切，你虽为大梁太子，却还没带步兵，你又能有何计策击退北狄？虽然我没带过兵，但是我有制胜奇招。胡闹！你都不会带兵，哪来必胜之法？陛下，我虽然不会带兵，但是我会造炮。造炮？什么炮？就是秒天秒地，威慑一切的镇国大炮。大炮？陛下，事关国运，不会胡说八道的。那你的镇国大炮何时能够造好？只要岳丈能够把工部交到我手上，并且举全国之力支持我，我有信心在几天之内一定造出来。好，那朕便将工部交由你带领。多谢岳丈信任。在造炮的这几天，还需要陛下假意去跟北狄谈判，拖住他们。朕知道了。可是假意谈判可以，但朕绝不会妥协。那是必须的。朕等你的好消息。那也是必须的。诸位，你们都是青云国的大将人，告诉我，能不能把镇国大炮造出来？能。时间紧任务重，青云国的安危现在就在我们手上。一旦造出大炮，我们就去炮轰北狄。炮轰北狄！皇上驾到！免礼。怎么样？镇国大炮能造出来吗？岳丈，必须可以。需要多久？回皇上，需要5日时间。好，那朕就给你们拖5日时间。5日后，朕要看到镇国大炮的威力。请岳丈放心，镇国大炮一出，天下无敌。皇帝派人传信，说5日后谈判，你怎么看？5日时间太长，虽然来不及调动大军，但是骑兵能赶到，只给他3日。好，和我想的一样。那么，你就做这次谈判的负责人吧。到时候把能要的利益都要了。首领放心，不能要来的我也能要来。好，陆枫，
你确实很忠心。陆枫只求首领能够让青云派叶枫前来交涉谈判。到时候等他到了，我帮你杀了他。3日后由你带队谈判，朕要你扬我国威，炮轰北狄。炮轰北狄！遵首领令，此次谈判只许他一人前往。只许叶枫一人前往，那他岂不是任由你们拿捏了？这是我们首领的命令，不容更改。好，我去。不可，太危险了，朕不同意。局长，我有把握。工部那边我已经安排妥当，镇国大炮已经全部安装摆放，并且到时候我的信号一响，万炮齐发。信号一发，万炮齐发，区区蛮夷伤不了我。叶枫，蛮夷太危险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胡闹！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不行，我相公在哪儿，我就要在哪儿。我看不到你会害怕的。好吧，都依你。秦岳丈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公主的安全，而且我也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。真乃高义呀！我等自愧不如呀！高义呀，我等自愧不如啊！好，那朕的一切就靠你们了。哎，这都已经晌午了，叶枫那个奸贼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认怂跑了吧？陆枫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还真有胆子来呀！啊，公主。好，真乃俊杰，此等气魄，到哪儿都是英雄。当然了，我相公是英雄，而你陆枫是祸害国家的狗熊。狗熊，公主，明明是叶枫这个奸臣当道，坑害我这个忠良，我百般忍让，最后才不得不反。他才是那个祸国殃民的奸贼！奸贼！哼，你们只要签了我们这个条约，我主便会退走；不签的话，我便替我主灭了青云。只要你签了条约，本王的大军随时退走。哦，你们还不知道条约内容是吧？来，我给你们念念。第一条，你们必须割让江南2省。你，公主别着急啊，还有第2条呢。第2条，边关归我主所有。陆枫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大吗？还有更大的呢。第3条，每年必须向我主上供10万适龄少女以及10万青壮劳动力。哼，签吧，签了你就是万古罪臣；不签的话，青云必亡。你觉得我真的会签这种东西吗？陆枫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不签，不仅你要死，青云也将灰飞烟灭。就凭他们北狄，怕是还不够格吧？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放烟花，有用吗？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死神在向你们索命！开炮！你都干了什么？快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！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你们就等死吧！神怒，这是神怒！今天我去要了你们狗命！跪下！还有你，
过来。叶枫，我都把公主让给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服了行吗？饶命啊！啊！叶枫，不，叶大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同主，先把脸转过去。你们两个终究还是落到我手上。天地人和，日月同辉，吉时已至，恭请高堂登台入座，新人行3拜之礼。叶枫，今日朕可是把朕的掌上明珠正式交到你的手上，你可要好好善待它。请岳丈放心。如今内忧外患已除，大梁和青云和谐相处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会用我余生所有的时间去保护她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喂，你真的就这样放弃了，让司口学一个人独占太子哥哥？怎么可能？你就这么放弃了？那怎么可能？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我可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太子哥哥，那我们可得加把劲了。礼成，新郎新娘入洞房。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。